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今天咱们看一下这个水泵智能控制器，它能够测量输入电压、输入电流，包括手动功能、自动功能。另外，当出故障的时候，也可以报故障代码。这是手动自动转换，这是启动按钮，这是停止按钮。另外呢，它还可以设置电机过流值，当超过这个电流的时候，电机就停止工作进行保护。这儿还有一个开关，可以检测水位或者是检测压力，是可以调换的。这是过载设置，这是空载设置。空载设置就是指当没有水的时候，水泵的电流会减小到一定的值，这时会停机省电。这里可以设置空载重启时间，也就是当空载的时候断电以后延时到多长时间，也就是单片机内部计时。这时呢，当达到时间之后就可以重新启动。好，我们把它打开，这是我们刚才说的那几个指示灯，这是转换开关，这是设置参数的电位器，这是我们刚才那几个按钮，这是指示灯，这是输马管，这是一个 STC 的单片机。我们打开看一下下边，下边有一个隔离的变压器，因为它是控制水泵的，很显然在潮湿的环境下，如果隔离不好就容易触电，所以它用了一个公频变压器，是隔离的。这儿有一个电流互感器，主要是检测电机电流的。这有两个继电器是并联使用的，主要是为了提高功率。这4个二极管就是整流桥，给我们整机供电的二极管。这是输出滤波电容，在这里它没有用7805，它通过一个 NPN 型的3极管进行线性稳压。积极的电压是来自于集电极通过 1K 电阻送过来的，并且积极对地接了一个 5.6 伏的稳压管，所以它输出5伏，给后边提供5伏，主要是给我们这个锁存器和后边这个单片机来提供供电的。我们再看下边几个端子，这边是220伏供电，这是电机接线，当继电器吸合的时候，电机就会启动。这是高中低，这是下池端子，如果是接上池的时候，那么就接这个高中低，如果接下池的时候就接这个高中低。这个短路线就是为了转换上池和下池的，如果是上池呢，就把这个短路线接上。接上短路线怎么样控制呢？实际上它就是提供4个开关信号，一个呢就是上池和下池的开关信号，通过这些元件耦合到这个3极管，当3极管导通的时候，光耦1、2角导通，3、4角就闭合，送到我们这个检测的芯片，其实就是一个高低电位信号，这样就能够检测到我们这个短路线是否闭合。另外其他路呢是通过我们变压器输出的电压经整流以后，然后加到了我们的这个低端，这个低端是公共端，然后这个是中端，中端呢就是这个下水位，高端呢就是上水位。这样当我们这个中端接到这个低端的电压的时候，然后通过这儿整流以后，电压加到3极管的积极为高电位，3极管导通，使光耦的1、2角导通，4、3角闭合，给我们的检测芯片提供一个开关信号。如果加到这个高位的时候，同样的是把这个低端的电压加到这个位置，然后通过2极管整流加到一个3极管的积极，然后通过3极管导通，给这个光耦的1、2角供电，然后4、3角导通，给我们的检测芯片，就能够检测到水位。同理，当水位达不到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位置就没有高电压，3极管积极就得不到高电压，3极管截止，光耦就截止，4、3角同样是断开状态，送到我们的检测芯片就能够检测出来。
我们这个检测芯片除了检测这4路开关信号，也就是检测水位以外，还检测我们的整机电压，也就是220伏供电。它是通过我们这端的整流桥检测这个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电压，通过线流电阻和分压电阻加到它的一个 ADC 模拟输入，这样它就能够检测我们的试电电压，通过前面的数码管显示出来。另外呢，它检测我们这个电流互感器这两端的电流电压，经电阻线流二极管整流以后，同样加到我们的这个芯片，通过 ADC 的变换把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，再通过我们这个数据线，这个是一个5伏，一个供电，一个时钟，一个数据，然后呢加到我们这个单片机，通过这个单片机输出信号显示在我们的数码管上，工作状态通过指示灯显示。另外这个单片机除了显示功能以外，它还能够通过电位器、拨档开关、按钮等输入我们设置的信息。这两个3极管就是驱动继电器的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